天帝是中国神话体系中地位最高、最具权威的至高之神，可由于中国神话体系太过繁杂庞大，并在漫长的现实历史影响下，产生了一个较为系统却不甚明晰的从远古神话到上古神话，再从上古神话到中古神话，直至末神时代的一个神话史进程，也使得天帝这个天地间至高王座上的神明换了一个又一个。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天帝，应当是昊天上帝与玉皇大帝了。关于玉皇大帝和昊天上帝，有人说他俩其实是一个人，也有人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，认为昊天上帝是远古时代的第一位天帝，在地位上也要比玉皇大帝高。昊天上帝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，在天地未开之时，由洪能之气经过1万年孕育出了代表天道的红军老祖。红军老祖以3000大道创造整个乾坤天地，并以地水风火演化万物，又打通33层天外天，自号昊天上帝，掌管3000世界，幽冥无极。在昊天上帝创造世界之后，又以一气化三清之术，创造出了上清、太清、玉清3位神灵，并教授他们道法，让他们替自己掌管世界，自己则退居到了幕后。三清虽然是一气同生，但个性迥异，尤其是上清和玉清2个弟子，因为各自观念不同，导致兄弟阋墙，以2人相斗为导火索，发生了后来的天地亮劫封神大战。三清皆是天地造化所生，也是天地间最强大的3位神仙，是万人膜拜的对象。他们的师尊昊天上帝更是天地间最强的存在。在远古到上古神话时代，众神中从未出现过玉皇这个称号，最开始也没有天庭，只有33重天。昊天上帝与天道化为一体，随时监察着天地间的一草一木，直到中古神话时代来临，天帝之位上的才换成了玉皇大帝。但此时由于西方佛国势力的入侵，玉皇大帝的威严接连受到挑衅，出现了不少道家神明转投佛教的情况，亦有佛教罗汉菩萨插手，道家释游的情况出现。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唐僧西天取经这件事。当时的西方佛国依靠小乘佛法在中土的渗透和洗脑，吸引玄奘去西天求取，更为博大精深的大乘佛法。期间玄奘受西方观音菩萨的警示，收了菩提老祖的徒弟孙悟空为徒，保护自己前往西天，其实就是怕玉皇大帝手下的神仙阻拦，可最终派了许多妖仙出手也没能阻止，被玄奘取得真经西方佛国的入侵。从此之后一往无阻，民间很多原本供奉玉皇大帝的人，也开始供奉起了如来佛祖、观音菩萨等佛教塑像。昊天上帝创造世界，又点化出三清，便退居幕后，彻底与天道融为一体。后来的昊天上帝变成了天皇天，但天地间不可一日无帝，正好这时候妖族的帝俊和东皇太一2兄弟在百族之中崛起，成为了新的天帝。最开始先由帝俊当天帝，并与帝后羲和生下了10个太阳，但由于他们的儿子为祸世间，让其他族类生存艰难，便遭到反对。这时他的弟弟东皇太一便取代了他，成为了新的天帝，并自号为妖帝，还发起了与巫族的大战。可惜最后2兄弟都因巫妖大战而相继羽化。在妖族之后，由伏羲带领的人类崛起，伏羲成了第4位天帝，并创建出了许多属于人类的文明，比如一划分阴阳、演化4象8卦等。当伏羲将人类带领到一个初级文明时代，便隐退而去，将天帝之位传给了轩辕皇帝。可炎帝不服，与皇帝发生大战与逐鹿，虽然皇帝胜利，但炎帝却自封为一方天帝。这时候有2个天帝，皇帝上天当了天帝之后，他的儿子没多久也上天当了一方天帝，父子俩一起对抗炎帝。而此时人间的颛顼继承了帝王之位，颛顼见人神共处一个世界，不方便建立自己的威信，便实行了绝地天通的计划，将天和地彻底分开，并在天上设立天庭。天庭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。颛顼升天当了天帝后，帝喾也随即升天当了一方天帝，这便是5方天帝，在人间大禹继承了人间的地位，并建立了第1个人间世袭王朝夏朝。
五方天帝因为常年打仗，导致天界动荡不安。这时候曾与皇帝有仇的蚩尤转生成了刑天，刑天上天报仇，趁机杀了五方天帝，但自己也被轩辕剑斩下头颅，不然他就是新的天帝了。时间一晃到了中古神话时期，三清见五方天帝皆陨，便又推出了玉皇大帝这个新的天庭之主。那这五方天帝的五位从神又都是谁呢？他们虽然是五位天帝身边的小跟班，却都大有来头。其中一位是混沌祖师的原型。一、东方青帝伏羲，从神勾芒。上古神话中，五方天帝中的东方天帝是伏羲，他的从神是勾芒。伏羲我们都很熟悉，他是上古正神，代表智慧和创造。那伏羲的从神勾芒是谁呢？勾芒的来头可不小，勾芒是神话传说中的木神和春神。从金木水火土五行看，东方属木，南方属火，北方属水，西方属金。二、南方赤帝神农，从神祝融。上古神话中，五方天帝中的南方天帝是神农，他的从神是祝融。神农尝百草的神话故事我们都很熟悉，神农也就是传说中的炎帝。炎帝是比轩辕皇帝出现还要早的一位天帝，他一度想跟皇帝抢夺老大的位置，可惜后来被皇帝打服，不得不俯首称臣。炎帝的从神祝融是上古神话中大名鼎鼎的火神。三、中方皇帝轩辕，从神后土娘娘。上古神话中，五方天帝中的中方天帝是轩辕，他的从神是后土。在这五方天帝中，轩辕皇帝的地位最高，同样后土娘娘也是这五位从神中来头最大的一个。在《山海经》中，后土是巨人夸父的先祖。《山海经》中有如下描述：有人耳两黄蛇，把两黄蛇名曰夸父。后土生信，信生夸父。四、西方白帝少昊，从神入收。上古神话中，五方天帝中的西方天帝是少昊，他的从神是入收。少昊是上古神话中的三皇五帝之一，他是轩辕皇帝的长子，其部落以玄鸟为图腾。此处的玄鸟就是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中的那个玄鸟，出现的时间要早于神鸟凤凰。少昊的从神是入收，入收是神话传说中的秋神和金神，大有来头。入收的外形长得十分威武霸气，《山海经》中有如下描写：西方入收，乘两龙，人面虎爪，白毛直跃。入收出门时跟勾芒一样拉风，他的坐骑也是两条巨龙。此外，入收人面虎爪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大斧子。入收的工作职责是主管秋天，它可以让田地里辛勤耕种的庄稼有个好收成。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，入收在神话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。五、北方玄帝颛顼，从神于强。上古神话中，五方天帝中的北方玄帝是颛顼，他的从神是于强。颛顼是皇帝的孙子，少昊的儿子。少昊把帝位传给颛顼后，共工不服，后被颛顼击败。在击败共工及其部将的过程中，祝融、于强都赶过来助战。祝融我们都熟悉，那于强是谁呢？其实于强就是混沌祖师的原型，也是鲲鹏的原型。于强是《山海经》中的海神和风神，他一人身兼两职，也同时具有两种形态。于强在水中时，它是一条体型堪比小岛的大鱼，尾巴一甩就可以激起千层巨浪。于强在空中时，它是一只双翅可以遮蔽日月的巨鸟，翅膀一扇就可以带来狂风。看到这里，我们的思路就很清晰了，于强不就是庄子中的鲲鹏吗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